海鲲号昨天早上出海，那有传出有不同的，有的时候是什么测试那个雷啊哈，有的是说要深潜了哈，那深潜到潜多少？有的说100公尺了，有的时候潜350公尺了，反正大家搞不清楚哈。那不过这边说呢，反正总不能一来就还不会跑，还不会走路就跑，所以慢慢先尝试100公尺的深度啊。那另外呢说呢，这叫深潜嘛。突然港口的监视器画面黑的啊，为什么黑的呢？因为呢说进出港不能给你看到，画面必须要黑，要求要黑哦。那另外呢，他们现在启动跨夜测试，就是晚上啊。另外有3班制来检验作战的能力。你自己想，真的潜水艇出去的时候，这是很长的时间呢，不是什么1天回来1天回来，现在都是基本上都很快回来。那要出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那个在水下作业哦，包括它的引擎的运转啊，哦，包括各种补给啊等等哈，那都是蛮大的一个挑战了哈。好，那现在昨天也出海，今天也出海，所以连2天，他不是一出去2天了，是回来再出去这样哈。那说呢，第一次跨夜，经过夜来尝试，说希望6月交件，我就是不太可能吧？现在就5月了，还在尝试啊，6月交件怎么可能？有可能吗？哦，那国防部长顾立雄说，说呢，现在是8次潜航，另外呢要测这个超雷，鱼雷啊等等哈。这个国防部长说，安全品质要求都要校正调整。所以呢，有进度会事先公布，他也不敢3、6月要交件了。我们看一下，检验相关的测试项目依照就是测试的程序来逐步的来进行这些潜航必要的一个测试。那他们会在我们会在安全跟品质要求之下来从事装备的检证跟调教。那至于详细的这个验证的这个项目应该很多，所以我就不一一说。那如果有具体的进展，我相信这个海上会做一些事前的公布。来，志杰兄怎么看？他台大机械系的高材生。我先补充一下啊，其实核电在2018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民进党选输嘛，那时候有公投嘛，然后我其实应该是第一个喊出核23演绎，那事实上当时可能也没有人特别去赞成的哈，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也没有人出来划下讲这是好的，当然不啊。我后来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当时的侯友宜那个干式储存槽一直都没有做，一直都不做，不同意嘛，所以后来也有人跟我讲说你今嘛讲的嘛是口水啦，就一来就说这个是你赞成的方向，二来其实干式储存槽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后来我就停了嘛，就没有再一直呼吁下去。所以我就说我当时在呼吁的时候，事实上，包括我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嘛，没人出来站先所以这个是因为那个时候福岛事件刚过没多久了对，大家那时候全世界那时候其实都有对核电是担心的。事实上，对事实上当然这个就是看法嘛。那当时其实我当时最早我就有讲出这样子一个论点嘛。那当然就是说，除了核电之外，像海鲲号其实这个也真的是很重要，现在要叫做超雷测试嘛。事实上，我们如果当时的预算没有被挡住甚至陈水扁时代没有被挡住，其实我们现在搞不好都已经有了啦。那这个部分跟刚才我们在讲的军购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制衡的力量我们不会去挑衅，也不会去引起战争，但是如果有敌人要来的时候，要小偷要来的时候，我至少有铁窗，有监视系统，我至少还有喷雾器，可以去对付这一种不孝分子嘛。所以你说军购也好，海鲲号也好，我是认为说我们其实做得很辛苦，但是我也希望说包括这个希望大家一起来推来同意了包括国民党现在这个3800加 N 跟8000亿，当然我们是希望1.25亿嘛1.25兆嘛你包括那个自走炮包括那个海马士那包括那个 M1A 1097就是那个自走炮军购我们等等再谈。OK， 我们现在先谈那个海鲲号。来，孙轩怎么看？潜艇。
田野部分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因为这次为什么会很急？我们说为什么要来做测试？我想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超雷的问题，因为我们超雷是向美国承租1年嘛，从2025年的5月到2026年的5月，所以期限快到了。那期限到之后你怎么办？你要还他吗？因为租约到期了，就还没有进行超雷测试，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今天做这样的测试，我觉得不会让大家觉得意外。那另外就是说，他应该也会做一些深潜的测试啦，说会不会要到100米或多少米去做那些相关的测试？我想主轴应该是这个。但是呢，有人问说，到底6月份能不能交件？我想那个我们的国防部长就像上一次有人也是问他一句话说，这个我们这个潜舰国造能不能交件？然后那个我们的部长回答说，这个有很高的难度或怎么样，类似这种回答，其实这就等于没回答啦。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根本知道不可能在6月如期交件，但是你也不敢回答这句话，所以他回答话是说，他说我依照测试的程序逐步进行必要的测试，会在安全跟品质要求之下从事装备验证跟调校。那这个其实根本都没有回答到大家问他6月能不能交件这个议题。我想其实我们花很多的钱，好几倍于国际间在买卖潜舰的那个价格。我们的重点是希望培植我们的武器国造。如果以这个逻辑点来出发，我们其实都赞成。我们希望培植我们自己的基础的重工业、国防产业，甚至赖清德也说这个是信赖的产业的其中一项，叫做军工产业。好，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潜舰出来几个重要的核心设备，其实它都没有办法自己来。好，譬如说我们的那个马达。我们的那个主要动力的马达，我们的鱼雷发射管，还有一个我们那个什么洗水断阀什么系统，然后还有那个高压那个器，还有我们的几个这几个东西，其实后来都没有办法，就要沿用以前，就是沿用之前，等于它没有办法转为由我国的厂商自己研发制造，所以这个东西变成跟这个。当初你希望武器国造之后来提升我们的军工产业，其实发生了就等于你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啦。我刚刚讲的是那个交流电发电机啦，因为我们的这种潜舰其实很需要这个那个发电机，还有这个动力系统。那我们之前确实有请东元电机帮我们制作这个潜舰的这个马达动力系统，他也做出来了。可是做出来之后，他现在就放在那个台船的那个厂房里面，他并没有拿来用。所以，我们这样一连串这样走下来，到底我们武器国造有没有达到当初你告诉我们花了好几倍的钱去做一艘潜舰，我们希望培植的国内的军工产业的这个目的，我们有达成吗？还是说，其实离我们就是什么那句话叫做梦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这段时间我们从那个郭喜他后来引发的一连串的问题，以及前一阵子又爆发出来韩国的技术人员后续一直抱怨我们这边整个这个那个潜舰的造舰的相关事情，他一直回去一直爆了很多料。其实我们要回过头去想想，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控管上面没有做好，还是我们当初告诉国人的那个理想，你根本没有去评估这个东西是你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而是画了一个大饼在那边告诉国人，就我们一直蒙着头往前冲之后。发现怎么没有做好？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前舰国造或任何武器国造，只要能强化我们台湾的国防，我们当然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个 CP 值跟这个思考上面因为每1块钱花掉，我们就少了1块钱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其他基础建设来用。那我们要再多思考这个，要做一个平衡啊。我基本上呢，就是说，钟先生讲的没错了，要量力而为了。我们比能力稍微高一点没关系。假如说到了实在是很困难，你看韩国现在我们偷韩国的东西，对不对？韩国第一艘舰是在德国做的，是整个德国人帮他做，然后韩国工程师在那边看。然后第2艘舰是在韩国做，但是把德国工程师请到韩国，那再加上原来在德国见习观摩学习的韩国工程师到韩国做第2艘，这之后在第3艘、第4艘。我们现在第1艘就是搞成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还有7艘，一共有8艘潜舰，花很多钱了。好，那到底做得好做不好？那东西真的打起仗来，那个效能怎么样？我们现在都好像也搞不太清楚的。博弈，你知道吗？
刚刚委员不是在问吗？海鲲号6月会不会交舰？我敢预言绝对不会。为什么？如果会的话，还需要把监视器关起来吗？不用啊！现在离6月大概1-2个月的时间，如果能够在6月如期交舰，表示现在海鲲号几乎已经是 unready 了，应该都没问题了。出去就直接100米、350米去下潜了，而且一出去搞不好1-2个礼拜不回来了。对对啊，如果真的这么好，不要说是关监视器啊，是直播全开啊！赖总统还是要喊啊，行政院院长还会上去陪他往外走啊。现在偷偷摸摸搞到被要求，因为以军事机密为由，在海鲲号出港前后必须要关闭监视器、黑画面的情况，我就敢预测了，海鲲号6月不会交舰了，因为现在状况真的是非常多啊。可是我也必须要讲。建造任何一个东西会出现的状况是正常的，一定是正常。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当发现状况或问题的时候，尽快的修复改正就可以了。所以大家还记得3月19号那个时候，赖清德总统首度开箱那个海鲲舰内舱的时候，大家记得吧？就是去拍啊，有的没的，问题非常多啊，瑕疵一堆啊，像是什么钢板不平啊，排风管出现水渍啦，光宾船位的窗帘拉不开啦，还有3处的铆钉没拴啦。虽然大家骂得很凶，但是那个时候重点都是希望海鲲号包括海军尽快的把问题处理好，让我们国军能够在安全的舰艇上出去做巡航的动作。就没有想到国军真的是汲取教训了，他汲取的教训不是把它变得更好啊，他汲取教训是直接把你监视器关起来呀，什么都不要看，什么都不要知道，就不会出包了。这种鸵鸟心态，我觉得还是最糟糕的。海鲲号真的重点不是在于他花了几百亿，也不是花了多少心力，而是接下来如果他真的出航了，承载是我们国军兄弟的生命啊，那不只是代表每一条生命，而是每一个家庭以及我们国家的尊严啊。就现在一个国建国造计划，从之前的状况非常多，从之前的本来去年要交建，到现在交建没有时间表。我觉得一个国建国造搞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觉得是悲哀啊！真的是民党好好去想一想吧，为什么会搞成这个地步？徐小姐回来。好，因为最近在讨论这个军购预算哈，小美琴说呢，这个1.25兆军购8年，因为它是分8年编列，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每年大概是花6000多块，有的人认为太贵，有的人说呢，这个安全是无价啊。那另外呢，他就说这像要装铁窗啊，因为呢怕小偷，要装个铁窗。那铁窗是不是就没小偷呢？不是，但是至少呢，让你小偷进来比较慢，多一点阻挡。那他用这样来形容装铁窗那军购装铁窗来形容军购。那另外呢，这个因为1.25兆那国民党说这个是空白授权那顾立雄就说你条例不审，预算不审，那现在因为他这个来这个发价书，我们现在要等发价书，发价书来只有45天，因为美国说发价书45天有效只有45天，所以你不先审条例他要先有一个条例。军购条例、特别预算、特别条例，然后呢再去看预算。如果你不先审这个发价书一来，你再去审条例跟预算，他认为说这个才叫做空白授权，意思说时间太短了那另外呢说非要看发价书，所以反而是空白授权，他一再强调。那另外呢，他说1.25兆不是只有军购，还有伪制跟商购，就是我们买武器有军购、有商购、有伪制他说不是只有军购那另外呢，这个国防部战略规划司长叫黄文启，这个黄中将说他随时愿意跟郑丽文说明1.25兆的军购。他说不是买武器打折砍半就能够守住台湾的就是你光扛我的价，是不是就把台湾守住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陈永康他是好像退役的上将海军，他说美国商售也是军事采购。他们攸关台湾自盾系统的整合，因为台湾现在大概就是说军购我愿意付钱，商购可能跟商人买啦，跟其他公司买啦，伪制等等呢，他们有意见。那他意思是说，有的时候呢，商售也是军购之一啦，所以有时候军购跟商购可能混在一起那国防部的前视察叫卢德允是说，你要买对武器啦，如果买错武器，你也换不到和平了。我们看一下。这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摆在特别预算有相当大的数量的无人机。国防部长郭立雄说，1.25兆国防特别预算还是必须如实编列，但6号下午经过特别条例就要协商。国民党中央依旧坚持3800亿加恩版本，不止引发党内两派争论。国军高层更希望向国民党主席曾丽文亲自做简报。国民党中央做过简报吗？当然，他如果愿意听的话，非常乐意。你会打个电话给他？任何时候，如果他愿意，我们都非常乐意。你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花家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质疑蓝营版本，那才叫空白授权。其实郑丽文主席提出的论述，其实已经在党内的基层。已经几乎都接受，就是要有发价书。不急于在川习会前通过1.25兆的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中央对于党版的坚持已是板上钉钉。来，之前委员，我想我们当然还是主张1.25兆要全额啦那当然国民党这2个版本3800亿加 N 跟8000亿加 N 我们也谢谢那个。主持人邵康兄也提出，反正至少8000亿嘛，那现在国民党其实也分两派的意见，那3800亿，事实上我觉得你到底要买什么发价书？事实上你如果没有一个大约的价格让你去谈，你怎么去跟他谈武器？你怎么去跟他谈收购？包括我们做任何的工程一样，你大概总工程多少有多少预算，你要区分，比如说以捷运来讲，你要区分这个是土建，这个是机电。这是轨道车等等的这些东西你要有一个 total 的价格，你才有办法去分类，看哪些要做什么嘛。那我们现在我给他算了一下，就光是预制的啦就是说你比如说海马式飞弹大概有1600多亿那比如说 M109A7 自走炮大概800亿，那无人机无人艇大概要3000亿那防空弹道飞弹、反架导飞弹大概5500亿，那还有一些 AI 辅助系统等等加起来就1兆多了所以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当然就是说台湾要怎么样去保护每个人有不同的见解那今天我们提出的这些1.25兆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国民党你今天3800亿你到底要买什么？那8000亿要买什么那够不够我们都可以来谈嘛那至少说刚陈永康我觉得我还蛮欣赏他的你说你包括军购，包括商购，包括委制他军事出身的，好像他很懂嘛。那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要分这2步？我想最简单的就是3800亿加 N 这个就不可行嘛。那要什么加 N 的所以你至少从8000亿起跳再来谈，我觉得我们可以拉近的距离又更少所以我是认为说，其实国民党很多立委，包括柯志恩柯志恩你口口声声在我们高雄都说为高雄那你都说国民党跟你意见不一样意见不一样你要表达出来。你是不是要把一起有志之士找出来，一起来跟郑丽文说我们不赞成这个意见？包括陈雪生，我就觉得不错你们再这样乱，我就退党所以就是说，国民党目前这2派意见，我觉得郑丽文其实就是让我们不只是民进党的，包括地方的人都觉得郑丽文这个人他就是太亲中嘛，亲中过头嘛，所以有时候我们民进还会开玩笑说，郑丽文都在帮我们助选这个当然是玩笑话了但是它是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你就是亲中国亲得太厉害，所以我是认为说国民党真的是，尤其是要选举的你今天如果听郑丽文的话，站在整体的角度，其实我觉得郑丽文会拖垮国民党的选举了。当然我们不论说民进党底下看笑话也不希望了所以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说这些军购，希望说国民党的立委你真的赞成军购的，我们就一起站出来，希望郑丽文你回头是岸，那我们一起往8000亿到1.25兆这个部分再来谈，至少它的距离比较近了嘛那到底买什么武器，我们都可以大概率都可以这样子来谈，这样子就比较具体，就比较有机会完成。民进党现在怎样？我想就是不管民众党、民进党、国民党，我觉得包括全国的人民都同意，我们一定要
自主，要有防卫，我们要有防卫的决心，我们要国防的安全。我觉得每一个党的决心都是这样。民众党目前是这样，我们之前提了一个4000亿的版本，但是我们现在了解非常有可能这个发价书第2章会来，所以我们有准备了另外一个版本，随时要修正我们会提出来，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我必须要讲说，国防安全刚才在讲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之下，现在吵的是价钱，好像其实回过头来是到底立法院要不要把关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回归本质是这样。像萧副总统，我觉得他上节目去讲了这个所谓每个人平均6000块，然后加铁窗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很像是超级的寿险业务员，就是我们常常看广告，什么一天花你3块钱，一天花你5块钱，然后你就会保险。但是你要告诉我们保障是什么啊？对不对？你告诉我们每个人花6000块。获得的保障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立法院要把关的。在你这样铁窗这件事情，说家里我们都统一装铁窗嘛，那你要找师傅来丈量一下吗？用什么材质嘛？这个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的，才愿意去付钱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萧副总统比喻虽然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仔细一想，这好像跟军购上面又有一点逻辑上的误差。没有，我补充一下，萧总统其实萧副总统他只是说。这个只是一个防卫的需要。是。那你说的我们很清楚啊，我们海马斯飞弹就是可以机动性很高的啊。那我们那个弹道防空弹道飞弹、仿装甲飞弹，就是如果他们有飞弹来，我们要打，我们都很具体，包括无人机、无人艇，我们很具体啊。这个在现在的战争怎么会不需要呢？是非常的需要啊。但是美国如果真的他发价出来的话，其实我们是愿意相信美国提供给我们的军购是安全而且可用的，所以我们会去接受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现在框定了1.25兆，就是说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但是我想应该就是1.25兆，1毛不能少。我们就讲了刚刚委员要提的这个 N1洞9A7 自走炮这件事情，原本发价书说是1300多亿，最后出来的其实是800多亿，中间短差了500亿啊。那其实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立法院可以去把关去审核。那你说短差了500亿，最后还是1.25兆，大家就会想不懂。明明已经变得比较少钱，但是民进党的版本还是说不管这个上限就是1.25兆，那大家就会很好奇说，那中间少了这个500亿的空间，到底要分给谁，或是拿给谁？这个没有把关的话，就会不知道啊。所以现在就买武器哈，买武器事实上哈，如果是我们去 Seven 要买东西哈，要买什么你都很好谈嘛。那你今天美国要卖我们武器啦哈，其实台湾坦白讲，以前要买F16都买不到啦。是。但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你要有自制的能力？为什么你要去跟人家谈判啊？那你要有一些筹码。我今天去拢总讲好啊，都免你讲啊。发价书你那通通谈好了以后，他们通通愿意卖，我们当然是 OK 啊。但很多东西他们不见得愿意卖你的，有些恐怕真的是比其他人还高价也不一定啦。因为本来军购这个就是有一些战略的问题，不是只有纯粹的商业的问题嘛。所以你有些战略性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啊，超商愿意卖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买啊。但是现在不是说我们提了一笔钱，说我不知道超商卖什么，但是我钱全部给超商。所以我说不是买超商那么简单的东西，那有些武器是人家不卖给你，你想要买的。休息一下再回来。